古代的山贼强抢民女，欺压百姓，当地的衙门拿他们束手无策。可为什么他们不抢进京赶考的书生呢？你是一个年轻的山贼，生于贫寒，在大山之中，你从小便习惯了这片险恶的土地，刀枪是你每日的伙伴，山林是你唯一的家。在这片险恶的土地上，你统领着一座小小的山寨，手下还有几个忠心的兄弟。你们在这片山林中过得平凡又充实，虽然生活艰难，但你们拥有自由，不受官府压迫。在这片与世隔绝的山林中，你们就是这里的土皇帝，强抢民女，勒索商人，劫掠过路的旅人，已经成为你们的日常。你没读过书，但你懂一个道理，拳头大就是理，官府奈何不了你，百姓畏惧又依赖你。你劫富不济贫，却从不滥杀无辜。你不是英雄，也不是魔鬼，只是穷鬼。这年春天，山下传来消息，说是今年的春闱在京师提前开考，各地举人纷纷动身。你坐在山寨最高的石崖上，看着山道上络绎不绝的马车与步履匆匆的读书人，心里起了算盘。读书人，你冷笑一声，他们不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软骨头？你让弟兄在三道山口设伏，专挑那些独行无仆的文弱书生下手，不为财，只为粮。毕竟他们身上的干粮、银子都是干净的，没有血腥。可你万万没想到，那天来的是一位举人。你记得很清楚，那书生身着青袍，头戴折巾，一双眼清亮如剑。他坐的马车不华贵，却有种说不出的讲究，你一眼就看出他不是寻常秀才。他有伞，有笔，有印章，还有2封贴着官府火漆的信函。你抢了他，也没怎么为难他，只让人把他绑了，关在山寨后院，说等着家中来人赎银。你甚至给他安排了干净的饭菜，没有打骂。你觉得自己很有分寸，可你错了，错得离谱。第3天清晨，山下鼓声大作，你从梦中惊醒，只见远山旌旗密布，衙役和兵丁像蚂蚁般爬满山道，连天空都压低了几分。你急忙带人迎战，却在第一面就被打得溃不成军。他们不是来讨伐山贼的，他们是来清君侧的。你才知道，那位被你绑了3天的书生是本地知府的独子，乃贡院心中之举人，此次进京是去等候授官任职，而你不过是一个抢了朝廷官员的贼。那天中午，你看见他站在山脚，带着镣铐，脸色却从容。他朝山上望了一眼，仿佛不是仇恨，倒像是怜悯。你听说，那封你未拆开的信里，正是他父亲写给京中大佬的保荐函。你想起他第1天被押进寨子时说的那句：你若动我，便是动了天下士子的脸面。你没信，以为他在吓你，可现在你才明白，他说的是实话。你山寨里的人不到3日就被围剿一空，几个年老的兄弟被押入府衙，活活打死，山寨被点了火，连你母亲的坟头都没放过，朝廷不许你死得安稳。你逃了出来，藏身荒山野岭。你不知道一个读书人居然能有这么大的能量，你更没想到，这世上有一种人是你动不得的。你开始悔恨，不是因为抢错了人，而是因为你从未真正了解这个时代的规则。你从前不怕天，不怕地，只怕恶，可现在你怕了，怕那一纸功名背后的人情与势力，怕你摸不到、看不见，也无法还手的权。那位举人进了京，几年后成了户部郎中，再后来是御史台的一员，而你已是朝廷档案里一名平贼济公的尸体。多年以后，后山的破庙里传来一个疯老头的呢喃：千万别动那些读书人，那不是人，那是朝廷的脸，而你就是那段脸面之下的血迹。